政策很重要，钱包鼓起来才是真的呀！美国经济还指不定在什么时候辉煌呢。这些行业的龙头股和基金可以先买入，转发本次视频，再加上关注 KK， 收取独家一本的《乔布斯传》。2025年想投资挣钱，该买什么股票和基金呢？最近2025政府工作报告一出 ，A 股直接就嗨翻了，大盘一路上涨，在3月14号一度回到了3400点的安全区域。相反，美股却遭遇崩盘大跌。朋友们，你们兜里的股票和基金，它们还安全吗？ A 股的下一波，我们该什么时候冲呢？今天呀 ，KK 就带你快速解读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释放出的重要投资信号。看到视频最后，你就知道该在哪些投资方向上加仓，哪些方向上减仓了。Let's go， 搞钱搞钱！视频制作不易，别忘了长按点赞，一键三连哦。首先，我们先对市场在2025年的基本走势定个调调。有了整体的市场预期，我们再去看各个赛道上的投资方向。这样呢，我们在大盘、行业和个股的层面，才能够更容易的找到合适的投资策略。我可真是个小聪明。从现有的信息上来看 ，A 股即将开始迎接牛市。Yes， 目前看起来是慢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2025年 ，A 股的基本面将会变得越来越强。我们都知道 ，A 股呀，它是一个政策市，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可以说全篇都在释放着市场政策利好的信号。从政策面上看，2025年预计有多轮的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发力助攻来促进股票市场的发展。密集的利好政策会形成牛市的基本逻辑。这些政策的主要思路是提升总需求的同时，深化供给侧改革，通过这个逻辑来促进整体经济的增长。听着呀很玄乎，但简单来说呢，这次的政策一方面是要提升全民的消费能力，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提供消费补贴等等措施，倾举国之力来去推进 GDP 的增长。嘿，咱们的消费能力是政策喊一竿子就能起来的吗？政策很重要，钱包鼓起来才是真的呀。另一方面，要发展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这些新兴产业，对制造业的重点产业链进行重点支持。另外，还要解决一些重点产业的问题，比方说房地产去库存之类的。总的来说，通过这些措施，让总需求提升，让供给侧提供的产品品质变得更好，由此来构成一个良性循环，进而推动2025年的经济增长。所以经济的基本面变好了，那么大盘的走势自然也就向上了。然后我们从资金面上来看，2025年将有一大波活钱注入 A 股市场，流动性提升了，也会给 A 股市场打上一针强心剂。第一波活钱是要在2025年官方认证将要择机降准降息，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的下降，通常呀会推动股价的上涨。有不懂的粉丝朋友们可以先记下这一个结论 ，KK 以后再展开说一说这里面的原理。第二波活钱来源于中长期资金的持续入市，养老基金、保险资金这一类的国家队选手纷纷要入场投资股市，这一波只给的钱也会直接促进股市的向好。你们说，今年这波 A 股慢牛是不是国家队给拉起来的呢？毕竟该托的底都托了嘛。你们看好今年的 A 股市场吗？赶紧投票告诉 KK 吧。OK， 既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2025年 A 股市场的走势预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去布局我们的股票和基金呢？第一，重点行业关注，这些行业的龙头股和基金可以选好时期来进行买入。第一个重点领域，消费。在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已经明确提出了要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战略，所以食品饮料、高端消费、智能终端、电商等等消费领域的细分行业将会迎来一波新的春天。第二，要关注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领域。最近2年呀，受到美国对中国的科技产业的打压影响，
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继续大力推动人工智能+的行动来进行应对。同时，半导体和量子计算也是国家重点扶持的方向，芯片行业的国产化进程也会进一步加快。说白了，其实就是要把卡脖子的技术全都抢回来，所以这些领域的头部企业将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政策红利来去发展壮大。第3，要关注新能源车领域哦。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地提出，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去年小米苏7的火爆，大家都看到了吧？今年小米 Ultra 又冲上热搜，雷总还在两会上 C 位发言。所以相关的龙头企业，比方说新能源汽车电池厂商、整车厂、智能驾驶技术的公司等等，他们都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哦。但是敲重点，关注归关注，绝对不是要现在就立马去买入这些龙头股和行业基金，买入时机非常的重要，逢低买入，买对买准，这个才是 KK 想要说的啦。关注 KK， 未来的某一盘，咱们就来唠一唠买入和卖出时机的判断方法。那作为稳健型投资者的朋友们该怎么办呢？行业基金的波动我都嫌大呀。没关系，那我们就来看大盘。第2，大盘基金逢低买入。KK 刚刚讲了，由于25年要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再加上多轮的财政和产业政策利好企业发展， A 股市场长期来看是稳中向好。害怕个股或者行业基金的风险大？没关系，大盘也能给您挣钱的。KK 建议的当前最佳的进场点位是3000到3400点之间，需要逢低买入，千万不要盲目追涨。当然啦，如果3000点以下能有机会进场，那是最好的了。但是呢，在2025年应该没有机会能碰到了。你们觉得 A 股今年能涨到多少点呢？快在弹幕里告诉 KK 吧。今年 A 股喜迎慢牛，美股却遭遇崩盘暴跌。手里有投资美股的朋友们要注意了， KK 又要讲重点了。第3，高位接盘的中概股美股基金适时减仓，没有仓位的朋友们可以等待时机入场。美股目前的风险点是，最近1-2年，美国对中国的科技、贸易、投资各个领域进行了多次的打压，导致市场的不确定性一整个也增加了。从今年2月到现在，美股和加密货币市场已经出现了多轮下跌，从现在看来，未来依然存在进一步下跌的可能。美股的走势波动也会进一步的影响 A 股的短期走势，从而让 A 股产生下跌的可能。所以有在高位接盘过中概股、美股基金的朋友们，可以选择恰当的时机来进行减仓止损，控制风险。美国经济还指不定在什么时候辉煌呢，至少现在看起来，美国正在酝酿一场衰退。当然了，如果你还没有买美股或者加密货币，可以再等一等，等一个更好的入场时机。正所谓是别人贪婪我恐惧，别人恐惧我贪婪。到时 KK 也会在频道里周知大家，绝对不让我的观众老爷们错过任何一个财富密码。所以还不关注 KK 吗？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你对2025年的投资方向有一些眉目了吗？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给 KK 一键3连哦。另外，转发本次视频再加上关注 KK， 就有机会抽取独家1本的《乔布斯传》，抽奖会在本次视频发出后的15天内有效，到时 KK 会在评论区公布抽奖结果。最后老环节，还是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